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冷。冬天，妈妈永远会在你要出门的时候跟你说：“你餐量太少了，得流感。”跟你说这句话从小到大不知道听过几遍了，可是我们好像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件事情。有一次你越想越不对劲，觉得不服气啦。等一下，这个我小时候就学过啦。流感一定要有致病源，光是天冷就得流感的话，那南极那些企鹅不是全部病光光了吗？这时候，妈妈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了一段机关署的文宣。流感以秋冬季较容易流行，到底是为什么？如果是南半球，流感季就会落在6到9月，这嘛是伊的歌天。而且感冒的英文中叫做 common cold，C-O-L-D， 冷的意思啦。也有 influenza， 这是意大利文，叫冷影响到的意思啦。所以就是讲哪里有冬天，哪里就会有流行性感冒啦。到这里，妈妈获得一胜，但妈妈真的是对的吗？李组长眉头一皱，发现案情并不单纯。至少在目前的理论中，就有3个可能的凶手。第一，冬天寒流来的时候，大家习惯待在室内，也随手把门窗紧闭。生病的人呼出了病毒，在密闭空间游走，传染给下一个人的几率就大大提升。第二个说法，足够的日晒被认为和免疫系统有关。在日照时间比较短的冬天，可能让免疫力变得比较弱，病毒就在这个时候趁虚而入。第三种，引起流感的病毒更能够在又冷又干的气候下活得好好的，比起相对湿热的时候也有更高的传播力。可是这个假说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被科学家证实。原因一来是大部分的实验动物对这些流感病毒的反应和人类不尽相同，而且也不可能拿这种令人厌恶的病毒直接实验在人的身上啊。所以这些问题就被悬荡了久久未解，直到2007年的美国微生物学家 Peter Palissy 发现豚鼠这种动物感染和互相传染流感的方式和人类非常相似，所以他赶紧找来几只豚鼠，开心的开始做起做起实验了。他要验证是刚刚提到的第3个假说，也就是流感病毒是不是真的在感染的环境更有传染力。第一组实验中，他把豚鼠放在邻近的箱子里，其中一边的豚鼠被注射了 A 型流感，另一边没有。Peter 把温度控制在摄氏5度，并让病毒随着空气流通到另一侧。果不其然，没有多久，另一边的豚鼠就通通跟着被感染了。卖小孩哦。第二组实验重复了前一组所做的事情，只是把温度提高，控制在摄氏20度，被感染的豚鼠顿时锐减，甚至在30度的组别，另一侧的豚鼠完全好端端的，一直都没有被传染到。除了温度、湿度上也分别做了5组的实验。Peter 发现 A 型流感病毒在相对湿度20%左右，传播力是最强的，80%的时候几乎完全失去了传播力。作者的结论是，冬天的低温和干燥有利于病毒粒子的稳定，也能形成更小、携带的病毒的微滴，传播力就更强了。所以这可能可以说明为什么冬天通常会是流感比较猖獗的季节了。Peter 的研究给了妈妈效果显著的一击。你少穿一件衣服，睡觉没盖被子，淋到雨，洗头后没吹干，冷气开太强，扇丢烘，都不太是流感发生的直接原因。不过会有这样的联想，也不能全怪长辈的叮咛。毕竟流感病毒在传染的过程，不论是飞沫或是接触的传染，往往都是不知不觉的。等到开始不舒服的时候，回想起来，当然不会想到可能是摸了沾有致病源的公车扶手，反倒都会联想到昨天晚上淋到雨着凉的过程吧。所以穿得暖是没有什么不好，但穿得暖对于预防流感证据实在是不太够啦。那预防流感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洗手啊，减少病毒沾染在手上的机会。当然，也不要随手就用手去摸眼、口、鼻这几个地方。在人多而且密闭的地方，尽量不要待太久，尤其是流感盛行的季节。然后，减少和有呼吸道疾病的病人正面近距离的接触。如果有必要的话，戴个口罩吧。最后，也最有效的就是定期去施打流感的疫苗。这样的预防流感的方式，比起做好保暖本身，更是大大有效哦。所以，如果今年冬天长辈又提醒你多穿一件，不然会得流感，你可以去推荐他去施打流感疫苗，会更有效哦。但是要怎么说才能说得优雅，不像是在顶嘴，那就是你自己的功课咯。影片就到这边，除了订阅、按赞、留言以外，也快把这支影片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让他们可以一起健康度过这个冬天哦。拜拜。